起飞，起飞时间动9时43分动4秒，两动毫秒。6月23号上午9时43分，长征火箭拖曳着耀眼的伟焰，托举着北斗3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飞向太空。约30分钟后，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。7月31号上午，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北京举行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、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，将为用户提供全天候、全天时、高精度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。目前，全球已经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，我国也成为美国与俄罗斯之外，世界上第3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。世纪80年代提出设想，到1994年北斗1号建设正式启动，几代北斗人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，走过了北斗系统建设3步走的发展历程。那么，北斗系统从无到有，从有源定位到无源定位，从服务中国到服务亚太，再到全球组网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呢？北斗系统建设的3步走是结合我国在不同阶段技术、经济发展实际提出的发展路线，是由地球同步轨道卫星、倾斜地球轨道卫星和中原地球轨道卫星3种轨道卫星组合的混合导航星座。1986年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开始实行。陈方云老先生提出了一个独到的方案，就是双星定位方案。只要用2颗卫星，先能解决我们中国自己本土的定位能力，解决了中国区域内的卫星导航问题。2000年发射2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，北斗1号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。不过当时采用的是有源定位体制，也就是说，用户需要发射信号，系统才能够对其定位。这个过程呢，要依赖卫星转发器，所以有时间延迟，且容量有限，满足不了高动态的需求。但北斗1号巧妙设计了双向短报文通信功能，这种通信与导航一体化的设计是北斗的独创。北斗1号的建成使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，中国成为继美国、俄罗斯之后第3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。第2步，建设北斗2号系统，从有源定位到无源定位，区域导航服务亚太。2004年，北斗2号系统建设启动。北斗2号创新构建了中高轨混合星座架构，到2012年完成了14颗卫星的发射组网。这14颗卫星当中，有5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、5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4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。北斗2号系统在兼容北斗1号有源定位体制的基础上，增加了无源定位体制，也就是说，用户不用自己发射信号，仅靠接收信号就能定位。北斗2号系统的建成不仅服务中国，还可为亚太地区用户提供定位、测速、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。第3步，建设北斗3号系统，实现全球组网。2009年，北斗3号系统建设启动，到2020年完成30颗卫星发射组网，全面建成北斗3号系统。这30颗卫星当中，有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、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24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。北斗3号系统继承了有源定位和无源定位2种技术体制，通过星间链路，也就是卫星与卫星之间的连接对话，解决了全球组网需要全球布站的问题。北斗3号在北斗2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性能，扩展功能，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、导航授时、全球短报文通信和国际搜救服务，同时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提供星基增强、地基增强、精密单点定位和区域短报文通信服务。目前，北斗的服务由北斗2号系统和北斗3号系统共同提供。2020年之后，将平稳过渡到以北斗3号系统为主提供。下一步的计划是到2035年建设完善更加泛在、更加融合、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时空体系。北斗3号系统组网成功，也帮助中国在民用领域摆脱了此前受制于他人的局面。据2020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的数据，目前在中国市场新申请入网的智能手机中，已经有3/4左右支持北斗系统。
不仅仅是个人出行的定位导航，截止2019年底，国内超过650万辆运营车辆、4万辆快递和邮政车辆、36个城市的约8万台公交车、3200余座内河导航设施、2900余座海上导航设施都已经运用了北斗系统。评论员黄国志指出，北斗系统全球组网卫星相对于美国的 GPS 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，还采用了独有的新技术，具备一定的优势。